陈秀兰，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给我们的价格是800块一晚，怎么那个背包客就100？就是啊，陈老板，我们也算是老客户了，结果你收别人100，收我们800，你这是明摆着杀熟啊！张总，那孩子他爸之前救过我老公的命，我给他这个价是应该的。应该的，那就要收我们那么高的价。我不管你那些乱七八糟的理由，我只知道你给别人的价格比我们低。既然你能给人家100块，那就能给我们100块。张总，你们的费用是全包价，含3餐海鲜、环岛游船、赶海体验，还有码头专车接送和每人1份的伴手礼。我真的是没赚你们什么钱，光是成本就要600多了。不就是多几顿饭和接送几次吗？能有多少成本？我看你就是欺负我们是老客户，想宰我们。张总，这样吧，如果你们觉得贵，可以换成和他一样的方案，100块纯房费，不含任何服务，3餐自制，游船赶海全部取消，怎么样？不含服务？我们大老远跑来团建，不就是冲着你的服务来的吗？你要是把这些都取消了，我干嘛选你这破地方？所以啊，800块是包服务的价格，100块是不包服务的价格。你们想要服务，就得付相应的钱，这很公平。公平？大家看看啊，这家店的老板有多黑心！我们老客户一个人800，人家100块，这不是杀熟是什么？你们也小心点，指不定明天他就宰你们了。张总，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别影响其他客人吃饭。好好说，行啊。要么你把我们所有人的费用降到100块一天，服务不变；要么我们现在就退房，你1分不少的退给我们。张总，你这要求根本不合理，不信你去问问其他酒店。闭嘴！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我告诉你，陈秀兰，今天你要是不把钱1分不少的退给我，我就砸了你这家黑店。我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狼藉的碎玻璃，慢慢抬手，用手背擦掉嘴角的血迹。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女员工小林捂着嘴惊呼出声，打破了沉默。张总，你怎么？陈小军双眼通红，就要往上冲。你敢打我吗？我厉声喝住儿子。小军！张德茂梗起脖子，瞪圆了眼睛吼道：看什么看？你个开黑店的，坑钱坑到我头上了！我不光打你，我还要去旅游局告你，让你这破店开不下去！我抬起头，直视着张德茂的眼睛，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异常清楚。退就退。张德茂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爽快，举在半空的手僵了一下。你说什么？我说我给你退，全额退，1分不少。但从现在起，我的店不欢迎你。我拉开抽屉，拿出那一沓用橡皮筋扎着的现金，我把钱抽出来，当着他的面点了一遍，装进信封，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定金5万，你自己点清楚，剩下的尾款你把银行卡号给我。这单生意我们不做了，钱你收好。我语气平静的，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张德茂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似乎没想到我竟然连一句软话都不说，直接赶客。他一把抓起桌上的信封，点也没点，就粗鲁的揣进口袋。他转身对着身后的员工吼道：都愣着干嘛？收拾东西，我们走！我就不信这么大个岛还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员工们面面相觑，脸上满是疲惫和无奈。有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员工满脸为难，拖着步子小声嘀咕了一句：张总，我们真要搬啊，这都快晚上了，外面风又大。张德茂狠狠瞪了他一眼，摆足了领导的架子。让你搬你就搬，废什么话？那30个员工只能无奈地转身，拖着沉重的行李箱，一个个从干净整洁的房间里走出来。不一会儿，30个人，30个大箱子，把院子挤得满满当当。背包客阿涛从人群后挤过来，满脸愧疚，双手不安地搓着，小声跟我说：秀兰姐，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不关你的事，就算没你，他这种把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迟早也会找别的茬。这口气，我陈秀兰不咽。行李箱的滚轮在青石板上碾出嘈杂的声响。张德茂带着30个员工浩浩荡荡地往院门外走，背影里透着一股蛮横。跨出门槛的那一刻，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全是得意。他停下脚步，回头冷笑：陈秀兰，别说我没提醒你，你这黄金周的房间怕是要空着了。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门在那边，不送。张德茂讨了个没趣，冷哼一声，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逐渐变暗的夜色中。我静静地站在门边，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海风越来越大，天边乌云翻滚。今年的台风比往年要来得猛，空气里都透着一股咸腥的潮湿味。陈小军从前台后面走过来，眼眶憋得通红，声音都在抖：妈，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那可是10几万的大单子啊！就这么几分钟，全没了。我转过头看着比我高出一头的儿子，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严厉。单子没了可以再找，骨气要是没了，这辈子都找不回来。小军，你记住，咱们家不赚这种弯腰低头还要被人扇巴掌的钱。小军咬着嘴唇，低下了头，没再反驳。阿珍和小梅在旁边默默地拿着扫帚，把地上的碎玻璃扫干净。大厅里的客人们也渐渐散去，刚才的喧闹仿佛一场荒诞的闹剧。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拿起手机翻出一个熟悉的号码，果断拨了出去。电话响了2声就接了，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粗犷又带着明显焦急的声音，甚至还能听到呼呼的风声。秀兰姐，你找我？是星沙岛救援队的队长王志远，我们岛上的人都叫他老王。老王，你们不是说要上岛检修设备吗？找到住的地方没有？我开门见山地问。电话那头沉默了1秒，紧接着老王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他的愁苦和无奈。没呢，秀兰姐，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全队都愁死了。台风蝴蝶眼瞅着就要来了，省里要求我们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岛上所有设备的检修。那你们现在在哪儿避风？还在码头冻着呢。岛上那些黑民宿，平时100的破房，现在敢张口要800，还不包饭。我们救援队的经费哪经得起这么造？大家连口热水都喝不上，我都准备让兄弟们在码头大厅打地铺死扛了。别打地铺了，来我这儿吧，我有15间房刚空出来，够你们20个人住。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只有呼啸的风声。老王，听见没？老王的声音有些发抖。秀兰姐，你说真的？你真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空房间全留给我们救援队？废话，赶紧带人过来，我让厨房给你们下热汤面。老王，发什么愣？到底来不来？我对着电话大声催促。来，马上10分钟就到。秀兰姐，你这是救了我们全队的命啊，这恩情我们记一辈子。别废话，赶紧带人过来，路上风大，注意安全。我说完，果断挂了电话。我转头对着还在发愣的阿珍喊道：别傻站着了，叫上小梅，赶紧把3楼那15间房重新收拾出来。阿珍拿着扫帚，有些迟疑。秀兰姐，要是张德茂他们一会儿反悔了又找回来。陈小军从前台后走出来，气呼呼地打断他：提那个白眼狼干什么？妈，你做得对，房间留给救援队的英雄们住，那是咱们的荣幸。至于那种大爷，咱们把房间全空着也不伺候。行了，小军，去厨房烧一大锅姜汤，再下几碗热汤面。阿珍，床单被套全换上新的，速度快点。阿珍扑哧一声笑了，眼圈有点红。好嘞，秀兰姐，你这脾气比刚才指着张德茂的鼻子骂他还解气。不到10分钟，3辆印着海岛救援字样的巡逻车闪着黄灯，呼啸着停在了民宿门口。老王第一个跳下车，一个40多岁、满脸风霜的大男人，穿着一身厚重的橙色救援服，3步并作2步跑到我面前，一把死死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粗糙，甚至在激动的发抖。秀兰姐，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才好。风大，先进来再说，外头那么冷，你看你们冻得嘴唇都紫了。我反握住他扎手的大手，把门关严。老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声音里透着憋屈。能不冷吗？你知道岛尾那些黑民宿现在敢要什么价吗？1200一晚，还全是连热水都没有的破铁皮房。陈小军端着刚熬好的姜汤出来，气得直咬牙。1200，他们怎么不去抢？老王身后的一个年轻队员跟进来，浑身湿透，冻得直哆嗦。可不就是抢吗？昨天我们住的那家被子全是发霉的，老板还给我们吃馊了的海鲜。我们队里好几个兄弟昨晚就闹肚子了。老王狠狠捶了一下大腿，眼泪吧嗒一下掉了下来，哭得像个受了极大委屈的孩子。我手下的兄弟们在海上拿命救人，回了岸上却要受这种黑心老板的气，我心疼啊！我拍了拍他的后背，柔声安抚：老王，别说了，都过去了。你们是为了全岛的安全才来受这个罪，我们不能做这种没良心的事。以后救援队来，只要有我陈秀兰在，就住我这儿。老王转过身，对着门外正在搬设备的20个队员大喊：兄弟们都进来，排好队，给咱们的恩人鞠个躬。20个穿着橙色救援服的汉子站得笔直，齐刷刷地弯下腰。谢谢秀兰姐。行了行了，都别客气了，房间都在3楼，全收拾好了。先去洗个热水澡，马上下楼喝姜汤。这几天早餐晚餐我全包了，你们专心修设备，别的不用操心。我赶紧招呼他们。老王擦干眼泪，看着宽敞明亮的大厅，感慨万千。秀兰姐，这么好的海景房，你平时得卖不少钱吧？就这么给我们住了，你这损失可不小啊。本来是有个大单子的，一个叫张德茂的，非要拿100块钱的特价来压我们，刚才还动手打了我妈，我妈直接把定金全退了，把他们30个人全赶出去了。老王一听，眼珠子都瞪圆了。什么？那帮人现在去哪儿了？刚走没半小时，现在估计在外面淋雨找黑店呢。老王猛地一拍桌子，咬着牙怒吼道：秀兰姐，你放心，那个姓张的要是敢回来找你麻烦，我们救援队第一个不答应。旁边端着姜汤的年轻队员突然皱起眉头，压低声音说：王队，咱们刚才过来的时候，岛尾那家黑民宿好像确实站着一堆拖着行李箱的人，正跟老板吵架呢。这一夜，听海小筑的3楼灯火通明，
救援队员们洗去了疲惫，安稳地睡在干净的客房里。而在新沙岛的另一端，却是截然不同的凄风苦雨，狂风夹杂着冰冷的雨丝，狠狠抽打在30个员工的脸上。女员工小林冷得嘴唇发紫，带着哭腔喊：“张总，还没找到地方吗？问了10几家，全都客满，我实在走不动了。”张德茂死要面子的吼着：“嚎什么？老子就不信，手里有钱还找不到一家能住的店。”终于借着昏暗的路灯，他们停在了岛尾几间用铁皮和破木板搭起来的棚子前，招牌在风中被吹得哐哐作响。老板阿坤叼着根烟，斜倚在门框上。住店啊，500一间还住不住？500，就这连个正经大门都没有的破铁皮屋。哼，嫌贵去别家。台风马上登陆，全岛的房都满了，你们今晚就在大马路上喂蚊子吧。阿坤做事就要关门。等等，500就500，开6间。门一开，一股浓烈的霉味扑面而来，30个人硬着头皮，捂着鼻子挤进6间逼仄的铁皮房。隔壁屋突然传来小林的尖叫，张德茂烦躁地冲过去。又怎么了？张总，这被子是湿的，上面全都是发霉的黑斑，墙角还有老鼠在跑。话音刚落，男员工大刘一屁股坐在床上，床板直接从中间断成了2截，大刘惨叫着摔在地上。另一个员工气愤地喊道：“这破地方怎么住人啊？张总，我去洗手间拧水龙头，别说热水，连一滴冷水都没有。我们淋了一身雨，连个澡都洗不了。”张德茂心烦意乱地捂住耳朵。都给我闭嘴！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不错了。可天不遂人愿，台风蝴蝶的外围云系提前压境了，哗啦啦豆大的雨点砸在单薄的铁皮屋顶上，震耳欲聋。大刘绝望地喊：“张总，屋顶漏水了，全滴在我脑袋上了，连个接水的盆都没有，拿行李箱挡着，忍一晚，明天天亮我就带你们去住正规的高档酒店。”张德茂死咬着牙，在漏水的屋檐下蜷缩成一团，心里把陈秀兰骂了1万遍。第二天一早，狂风还在肆虐，张德茂顶着2个黑眼圈，刚拉开门就撞上了堵在门口的阿坤。阿坤手里拿着计算器，敲得啪啪响。醒了，交今天的房钱吧，1500一间，6间，一共9000块。多少？你穷疯了吧？昨晚不是说好500一间吗？你这破屋子漏水断电，连床都是坏的，你还敢涨价？昨晚是昨晚，今天台风登陆，全岛的船都停了，物资紧张。阿坤嚣张地吐了口烟圈。就这个价，1500，少1分都不行。你这连个热水都没有的破棚子，凭什么一天涨到1500？阿坤一脚踹翻了张德茂脚边的破塑料桶。嫌1500贵？行啊，没钱装什么大爷？现在立刻带着你的人给我滚蛋！阿坤，你这是敲诈，信不信我马上打旅游局电话投诉你？去啊，台风天基站信号都没了，你拿个板砖打给谁啊？阿坤直接抓起旁边的一个行李箱扔进雨地里。赶紧滚，别妨碍我做生意，后面有的是人抢着住。啊，我的箱子！张德茂咬牙切齿，算你狠，只能带着30号人像被赶鸭子一样狼狈地逃出了黑民宿。阿珍，动作快点，这台风风圈马上就要扫过来了，赶紧把院子里的东西收了。阿珍抱着几个花盆，急匆匆地往屋里跑。知道了，秀兰姐。就在这时，巷子口突然传来一阵哗啦哗啦声。陈小军从前台探出头：“妈，外面什么动静？你去看看。”我话音未落，整个人愣在了原地。我的天哪，这不是昨天那帮人吗？张德茂带着他那30个员工，像一群逃荒的难民，互相搀扶着从巷子口挪了进来。所有人浑身湿透，头发一绺一绺地贴在惨白的脸上，嘴唇冻得发紫。男员工大刘甚至怀里抱着一个连轮子都跑掉了的破行李箱，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张总，就是这儿了，求求您了，咱们进去吧，我真的扛不住了。张德茂站在我们听海小筑的院门外，死死盯着招牌，他脸上只剩下僵硬和难堪。张总，您要是拉不下脸，我去求陈老板。再淋下去，大家都要得肺炎了。哎，干什么呢？你们来干嘛？昨天不是嫌我们这儿是黑店走了吗？陈小军也冲了出来。哟，这不是张大总监吗？怎么，岛尾的风景不好看，就跑回我们这破地方来参观了？小军、阿珍，退后。张总要是来躲雨的，屋檐里可以站一站；要是来找茬的，我马上报警。秀兰姐，昨晚的事儿是我冲动了。我现在想想，确实是我不对。你报恩跟我没关系，我不该拿这个说事儿，更不该动手砸你的东西。我没有接他的台阶。原来张总还知道自己昨天做了什么。那今天这出又是唱的哪一出？我们30个人
在岛上转了一整天，所有的正规酒店都满了。昨晚住的岛尾那个黑民宿又破又脏，连床都是他的。今天一早，那个老板看台风来了，坐地起价，从500直接涨到1500。小军在一旁毫不留情地戳穿。所以你们就跟他吵了一架，被赶出来了？张德茂的脸色涨得通红，憋了半天才艰难地点了点头。张德茂猛地抬起头，秀兰姐，昨天是我不是人，我给你赔罪，你能不能给我们安排一下？我们不要求800块全包了，800块只住房就行，求你让我们住进来。他说完，身后那几个女员工的眼眶就红了。先进来，别淋雨了。我看着他，声音平静。张总，不是我不帮你，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把那15间房给了别人，海岛救援队20个人，他们要住到台风结束，1间空房都没有了。张德茂的脸色一下子白了。救援队？秀兰姐，你别骗我，你这30间房怎么就全满了？他猛地转头看向我，眼神里还残存着最后一丝侥幸。秀兰姐，2楼不是还有房吗？我们挤一挤，30个人住5间也行，哪怕打地铺也行啊。2楼一直住着别的散客，提前2个月就定了。张总，我这儿1间空房，1张空床都没有了。他张了张嘴，半天没吐出一个字。张总，咱们现在到底怎么办啊？张总，您倒是拿个主意啊！昨天退房的时候，您不是挺能耐的吗？现在让我们去哪儿？去海里喂鱼吗？我上有老下有小，出来团建连命都要搭上吗？面对员工愤怒的质问，张德茂死死咬着牙。他突然转头看向我，猛地从怀里掏出钱包，把里面的银行卡啪的一声全拍在前台上。秀兰姐，我加钱，我出双倍，不3倍的价钱。你让那些救援队腾出几间房行不行？他们皮糙肉厚，去睡大厅打地铺也行啊。我们出3倍的房钱补偿他们。我的心最后的一丝同情也彻底烟消云散了。张德茂，你是不是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钱，别人就得给你让路？秀兰姐，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救援队拿命在岛上抢险，你自己死要面子，把手底下的员工带进火坑，现在收不了场了，就想让他们打地铺来替你买单。张德茂，你不仅狂妄，你还自私透顶。张德茂被我骂得浑身一僵，刚才举着银行卡的手停在半空中，进退两难。我指着大门，我的店不差你这点钱，救援队也轮不到你来糟践。拿上你的钱，马上出去。张德茂在原地僵立了2分钟，最终一言不发地转过身，拖着那个沉重的行李箱，步履蹒跚地走出了院子。30个人跟着张德茂沉默地往前走，没有人回头看我，也没有人骂我，他们就这样走进了雨幕里。小军上前用力关上了大厅的门。几小时后，大厅的门被猛地撞开，夹杂着狂风暴雨，队员大刘冲上楼，浑身湿透，焦急地大吼：王队，南边海地快被大浪冲垮了，得去抢险，全体都有，带上防汛沙袋和加固缆绳，立刻出发。王哥，现在出去太危险了。小军赶紧拿过几件备用的雨衣塞进他手里。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不去，渔民的命就没了。兄弟们，走！20个穿着橙色制服的汉子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了黑压压的暴雨中。小军，别看了，快拿粗麻绳来，赶紧把院子里那棵树绑死。风太大了，树要是倒了，得把屋顶砸塌。来了吗？陈小军冒着暴雨冲出来，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树固定好，直到晚上7点，老王他们才撤了回来。每个人都是一身烂泥，精疲力尽，但脸上的表情很踏实。老王脱下满是泥水和雨水的救援服。海堤保住了，但风圈提前压过来了，户外作业太危险，剩下的设备只能等台风过了再抢修。今天又得给你们添麻烦了。人没事就好，赶紧喝鸡汤。大家正吃着饭，老王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急促地震动起来。老王按下免提。喂，老李啊，怎么这大风天打电话？老王，出大事了，你赶紧带几个兄弟拿上急救箱来岛尾支援。怎么回事？岛尾那片不是早就通知撤离了吗？是阿坤那儿，今天下午突然住进去30多人，阿坤那孙子敲竹杠要1500一间，30个人硬是挤在6间破铁皮棚子里。听到这儿，我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30个人，那不是张德茂他们吗？老王看了我一眼，急忙问：铁皮房怎么扛得住台风？那不是胡闹吗？可不是嘛，变压器刚才炸了，那片直接停水停电。最要命的是，阿坤那王八蛋给他们吃的海鲜是馊的，现在那30个人里有7、8个开始上吐下泻，发起了高烧，典型的食物中毒。老李在电话里急得直跳脚，我猛地站了起来。食物中毒？台风天咱们所里就1个卫生员，退烧药根本不够30个人分的。
风太大，救护车又过不来，那几个小姑娘烧的都快说胡话了。老王，你赶紧带点药过来。老李说完，匆匆挂断了电话。大厅里一片死寂。陈小军冷哼了一声：“活该，他们这是恶有恶报。妈，你可别忘了那个张德茂昨天是怎么砸咱们厂子，怎么趾高气扬的，就让他们在那破铁皮网里好好受受罪。”小军，闭嘴！我厉声喝道，转身看向老王：“老王，你们车还能开吗？借我一辆。”秀兰姐，你这是干什么？外头风大雨大，你去了有什么用？我带点退烧药和干净衣服过去看看。老王叹了口气：“秀兰姐，你这人啊，就是心太软。那个姓张的昨天可是指着你鼻子骂的，你现在去救他，人家指不定还不领情呢。”我不是心软，我也不是去救张德茂。那30个人里，有刚毕业20出头的小姑娘，也有刚当妈的年轻妈妈，他们跟这件事儿没关系，我不能看着他们出事。老王被我这番话镇住了，他沉默了几秒，突然猛地站起身，一把抓起桌上的车钥匙，大声吼道：“说得好，大刘，去拿药箱。秀兰姐，我开车，我跟你一起去。”陈小军也要跟着去，我拦住了他：“你在家看着，照顾好救援队。”晚上8点半，狂风裹挟着暴雨，砸在巡逻车的挡风玻璃上，雨刮器开到最大档也无济于事。等我们赶到岛尾，眼前的景象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几间破铁皮房在海边的狂风中哐哐作响，仿佛随时都会被撕裂。院子里30个人挤在一个摇摇欲坠、四处漏雨的棚子底下，有的蹲着，有的躺在湿透的行李上，冻得瑟瑟发抖。角落里，女员工小林抱着塑料桶狂吐不止。张总，我肚子好痛，我是不是要死了？忍一忍，我能有什么办法？阿坤早跑没影了。老王一脚踹开院子的门，风雨一下子灌了进来。我顶着风冲进棚子，大吼一声：“怎么样？谁最严重？”秀兰姐，你真来了！是小林和小吴友，他们从4点吐到现在，人都快虚脱了。我赶紧蹲下身，一把摸在小林的额头上，烫得我手心一颤。不行，这姑娘发烧了。老王，烧得太厉害了，得马上送医院，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岛上的卫生所下午就关门了，台风天医生全撤到对岸去了。那怎么办？总不能看着他们烧死在这儿。老王咬了咬牙，掏出卫星电话：“我跟站里请示，用巡逻船送去对岸。”站里批了，但风浪太大，最多只能送2个重病号过去。那就先把小林和小吴送过去保命。那剩下的人怎么办？秀兰姐，我们剩下的人要是继续在这儿待一晚，明天也得没命啊！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掷地有声：“我留下来。”阿珍，药带来了吗？我在风雨中大声喊道：“带来了，带来了！”阿珍冲进漏雨的棚子，看清眼前的景象，眼圈瞬间红了。怎么全成了水鬼了？我一把抢过药袋，少说2句，赶紧发药，干衣服给女同志披上。我跑到烧得最厉害的男员工大刘身边，把退烧药塞进他嘴里，又将湿毛巾糊在他滚烫的额头上。大刘，把药吞了。秀兰姐，谢谢你，是我们张总死要面子，连累大家受罪，还连累大半夜折腾你。闭上嘴，省点力气发汗。凌晨1点多，一辆巡逻车停在棚子外。老王顶着风跳下车，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大吼：“秀兰姐，小林和小吴已经上船了，老李亲自押船送去对岸医院了。”那就好。你看看这上面，屋顶已经被风撕开一个角了，雨水全灌进来了。这剩下的28个人必须马上转移。几个女员工听见这话，吓得当场绝望大哭起来。我猛地站起身，掏出手机，我这就打电话找地方。喂，老李吗？能腾出地方安置28个人吗？什么最多挤3个？行，我知道了。老吴，你家那栋空出来的老宅子能借用1晚吗？给钱，给双倍。嫂子怕生人。好，不为难你。秀兰姐，算了吧。大刘惨笑了一声，我咬了咬牙，翻出通讯录里最后一个号码，我找渔村的老支书。喂，陈大爷，我是秀兰。大半夜惊动您老人家了，岛尾阿坤的黑民宿快塌了，有28个外地游客被困在这儿，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这么多人，秀兰，派出所和村里小户肯定安置不下这么多人。你听着，马上把人都给我带到村里的活动厅来。我眼眶一热，差点哭出来。活动室？对，那儿有2间大会议室，28个人挤一挤能睡下。我现在就去用大喇叭把村里的党员全叫起来，去给他们烧姜汤、铺草席。陈大爷，太谢谢您了。谢啥？
都是一个岛上的，总不能看着人出事。我挂断电话大喊：渔村老支书把活动贴腾出来了，咱们有救了！棚子里顿时响起一片劫后余生的痛哭声。就在这时，一直蹲在角落里的张德茂缓缓站了起来，他一步一步挪到我面前。秀兰姐，我……别说了，先把人安顿好，其他的以后再说。凌晨2点，狂风依旧在星沙岛上空疯狂肆虐。大家动作快点儿，老人和女同志先上车。老王，你带第一批先走，路上慢点儿。放心吧，秀兰姐。老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猛打方向盘。我和老王开着巡逻车，顶着狂风暴雨，分批将张德茂的30个员工送往渔村的活动室。车厢里弥漫着泥泞的腥味，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和压抑的抽泣声。推开活动室那扇厚重的木门，风雨声瞬间被隔绝在外。陈大爷，这大半夜的把您折腾起来，真是不好意思。秀兰，别说这些客套话了。我让村里几个党员把2楼的2间大房收拾出来了，水泥地上铺了草席，棉被也拿出来了，快让他们上去暖和暖和。员工们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脱下冷的能拧出水的湿衣服，换上阿珍紧急找来的旧衣服。昏黄的白炽灯下，他们紧紧裹着带有樟脑丸气味的棉被，颓然地坐在草席上，脸上的恐惧才慢慢褪去。一个50多岁的老员工裹着被子坐下，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咱们这回算是捡了条命啊！我出门打工30年，一辈子没这么狼狈过，头一回觉得自己像个无家可归的乞丐。刘叔，您别说了，要不是秀兰姐，我们今晚可能就冻死在那个铁皮房里了。都怪张德茂非要退房，为了他那点可笑的面子，差点把我们的命都搭进去。人家秀兰姐给的价格那么公道，他非要闹。现在好了，我们跟着他受这种活罪。就在这时，张德茂浑身湿透的从楼下走了上来，脸色惨白。老刘突然抬起头，直视着张德茂，冷冷地问：张总，大家跟着你差点把命都丢了，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张德茂站在门口，面对老刘的质问，嘴唇动了动，却连一个字都反驳不出来。他像个霜打的茄子，默默地走到角落里蹲下。我没空去理会他们的内部矛盾，转头把阿珍带来的退烧药和止泻药按着人头分发下去。小姑娘，把这退烧药吃了，发发汗就好了。他双手捧着水瓶，突然一把拉住我的手。秀兰姐，我们怎么感谢你啊？快别谢我了，要谢就谢陈大爷。秀兰啊，你这就见外了。咱们岛上世世代代靠海吃海，谁家遇到难处没得过你家的帮衬？这不是面子，这是咱们岛上的生存法则。平时对人好，关键时刻别人才会拉你一把。我把2箱矿泉水和1袋面包分给大家，今晚先凑合一下，明天台风小了，你们再想办法。安顿好所有人，确认高烧的员工体温开始下降后，我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老王发动了巡逻车，送我回民宿。回去的路上，风依然很大，刮得车窗玻璃呜呜作响。车厢里很安静，老王双手握着方向盘，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秀兰姐，我这心里憋了一晚上了。那些人跟你非亲非故的，那个张德茂前天还指着鼻子骂你，当众扇了你的脸，你管他们死活干嘛？你这图啥呀？我平静地反问他：老王，如果是你，你能眼睁睁看着别人的老婆孩子在台风夜里等死吗？老王愣住了。那些人里面有别人的女儿，有别人的妈妈，有别人的丈夫，他们的家人还在对岸焦急地等着他们回家。我不能让他们的家人等不到。老王握着方向盘的手猛地紧了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秀兰姐，我懂了，你这心胸，我老王佩服。他没再多说什么，稳稳地将我送回了听海小筑。第二天10月2号，台风蝴蝶的风眼终于从星沙岛以东的海面经过。风雨虽然还有，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救援队吃过热腾腾的早饭，继续穿上橙色救援服去检修剩下的设备。我则留在民宿里，和往常一样帮着阿珍打扫院子，在厨房准备食材。阿珍一边拖地一边问：秀兰姐，你说张德茂他们今天会走吗？船还没通，走不了，随他们去吧。院子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重而拖沓的脚步声。秀兰姐，有人来了。我停下手里的动作，抬起头。张德茂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门口，他的衣服还没干透，皱巴巴地贴在身上，头发乱糟糟的像一团枯草，脸色灰白，眼底满是浓重的乌青，看起来一整夜都没合眼。他没有走进来，就站在那扇半开的院门外，隔着一地被雨水打落的三角梅残花，静静地看着我。我放下手里的青菜，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门口，他先开口了，声音低哑的像是砂纸在摩擦。秀兰姐，我语气平静。张总有什么事儿吗？张德茂突然双腿并拢，深深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秀兰姐，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那是一个极其标准的90度鞠躬，额头几乎快要碰到他自己的膝盖。一个习惯了颐指气使、高高在上的大男人，此刻在一个海岛妇女面前，彻底低下了他曾经昂起的头颅。张德茂保持着鞠躬的姿势，声音在冷风中微微发抖。秀兰姐，我不该跟你闹，不该摔你的东西，不该骂你，更不该在客人面前说你的坏话。他直起身子，满眼血丝地看着我。我昨天在雨里蹲了一整晚，想明白了，那个背包客的事儿跟你报恩有关系，我不该拿这个说事儿。我语气依旧淡淡的，你能明白就好。你给我800块全包，已经是岛上最低的价格了，我还不知足，还想继续压价，是我太贪了。我带着30个员工在岛上流浪，让他们睡铁皮房，让他们食物中毒，让他们受冻受饿，全都是我的错。说完这些，他紧接着又鞠了一个躬，这一次弯得更深。秀兰姐，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过三角，没枝干的簌簌声。仅仅3天前，他还是那个拍桌子、摔杯子、骂我黑心杀熟的张总，现在他却站在泥水里向我祈求原谅。海生以前就劝过我，说有些人你对他再好，他也觉得是应该的，但我这人认死理。张总，我接受你的道歉。张德茂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谢谢秀兰姐。我语气一转，变得异常严肃。但我有个条件。秀兰姐，别说1个条件，10个我都答应。您说什么条件？以后你来新沙岛依然可以住我这儿，但我不会再给你任何优惠，别人多少钱你就多少钱。黄金周1500，平时300，一分不少，一分不多。张德茂愣了一下。行，秀兰姐，你怎么说都行，我绝无怨言。还有第2条，那些跟着你受跪的员工，他们的医药费、住宿地路费，你得全部报销，1分钱都不能让他们自己掏腰包。这个你绝对放心，我回去就跟公司申请，绝对不差他们1分钱。我点了点头，转身准备回院子继续干活。张德茂在身后叫住我：“秀兰姐，等一下，那我们今晚能住你这儿吗？30个人，多少钱都行，1500我也认了。”我停下脚步，转过头冷冷地看着他。住满了，救援队的人要住到台风结束。我这里1间空房都没有了。张德茂的眼神瞬间暗淡了下去，陷入了长长的沉默。不过活动室那边，陈大爷说了，可以让你们一直住到台风停，船开了为止。你回去跟员工们说，让他们安心住着，每天吃的东西我会让人按时送过去。张德茂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用极轻的声音说道：“秀兰姐，你是个好人。”我看着他落寞离去的背影，没有丝毫的心软。我不是什么烂好人，这只是我自己给自己划的底线。阿珍凑过来：“秀兰姐，他都认错了，就算救援队腾出房，你是不是也不打算让他们住进来了？”不让，规矩就是规矩。阿珍，你仔细听，外面的风声是不是小了？真的变小了，秀兰姐，这台风是不是终于要走了？我一边擦桌子一边嘱咐：“阿珍，赶紧把门外的垃圾清理一下，天晴了，马上会有客人出来转悠。”阿珍抱怨着：“知道了，秀兰姐，这天变真快，昨天还狂风暴雨，今天这太阳刺得我都睁不开眼。”10月4号了，台风蝴蝶总算是彻底走了，海面也恢复平静了。你看那阳光洒在海水上，波光粼粼的，真好看。我看着门外放晴的天空。小军凑过来搭话：“是啊，像碎了一地的金子似的。妈，这回咱们算是有惊无险吧？”算吧。你去楼上看看老王他们收拾的怎么样了。好嘞。小军刚要上楼，老王就带着20个队员下来了。他们已经脱下了那身满是泥污的橙色救援服，换上了干净的便装，手里提着沉重的工具包。老王，检修任务都完成了？全完成了。昨天连夜把剩下的几个点位抢修好了。那就好，没耽误事儿。秀兰姐，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你这份情，我们全队20个兄弟都记在心里了。老王，你这话就见外了。你们在外面顶风冒雨，保的是我们岛上所有人的平安。我给你们提供个住的地方算什么？我应该代表全岛的人谢谢你们才对。秀兰姐，话不能这么说。要不是你，我们第1天晚上就要露宿街头了。就是啊，秀兰姐，那碗的海鲜面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行了，你们就别捧我了。以后只要有我在，绝不让你们来岛上没地方住。哈哈哈，秀兰姐，有你这句话，兄弟们这趟就没白来。中午别急着走，我让海生去打点海鲜，咱们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真不行了，秀兰姐，局里催得紧，台风刚过，各地的灾情汇总还要我们去核实，得马上赶回去。这么着急？是啊，工作实在耽误不得。他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摸索着。
老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双手递到我面前。秀兰姐，这是这几天兄弟们的住宿费和饭钱，你当面点点。我看着那个信封，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我没接，直接伸手把他的手硬生生推了回去。我冷着脸说：“老王，你这是打我的脸。”秀兰姐，你别生气啊。老王急了，我知道你仗义，不差这点钱，但这真的是规矩。救援队有专项经费，出来执行任务不能白吃白住。是啊，秀兰姐，您就收下吧，不然王队回去没法交差啊。旁边的队员也跟着劝：“交什么差？我不收，你们还能硬塞给我不成？”我态度坚决。秀兰姐，我们有纪律。老王还想再劝，你要是跟我谈规矩，那我就不跟你讲情面了。老王，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你们救援队每年在岛上救多少人？老王愣了一下，这是我们的职责啊！别跟我扯职责，远的不说，就说去年台风山竹的时候，我越说声音越大，风浪那么大，是你们冒着翻船的危险，捞起了我们村的7个渔民。你告诉我，那7条命值多少钱？你今天要是能拿钱把那7条命算清楚，我就收你的住宿费。老王张了张嘴，被我怼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老王，咱们都是讲良心的人，我放缓了语气，这钱你必须收回去。以后你们救援队只要来岛上，就踏踏实实住我这儿，我1分钱都不会收。秀兰姐，你这让我怎么说好？老王拿着信封的手停在半空中。你要是不答应，以后见面就别叫我秀兰姐了。我板着脸下了最后通牒。老王足足僵了10几秒，最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把信封重新揣回了口袋。老王站直身子，冲我竖起一个大拇指，眼眶有些发红。行，秀兰姐，你是这个，这就对了吗？我这才露出笑容。秀兰姐，那我们就真走了啊！老王一招手，队员们纷纷拿起行李往外走。我站在门口，路上慢点儿，注意安全啊！老王走到院子门口，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压低声音对我说：“对了，秀兰姐，有件事得跟你说一声。”我走过去问：“什么事儿？”那个姓张的，我早上已经让人开着巡逻车，分批把他们的30个人从活动室送到码头了。今天下午2点，台风过后第1班船，他们可以回去了。老王小声说：“知道了。”我淡淡地点了点头。还有一件事儿，大快人心的事儿。老王黝黑的脸上露出一丝解气的笑容。什么事儿让你乐成这样？我好奇地问。岛尾阿坤那几家黑民宿，昨天已经被查封了。老王压低声音，但语气里满是兴奋。查封了？真的假的？我有些惊讶。千真万确。老王拍着胸脯保证。无证经营，消防严重不合格，再加上台风天，涉嫌敲诈勒索游客，引发了群体食物中毒。阿珍在旁边插了一句嘴：“活该，他这种人早晚要出事。”哼！老王冷哼了一声。派出所的老李亲口跟我说的，这次上面非常重视，阿坤至少得被关进去半年，还得赔偿游客所有损失。那挺好的，我舒心的笑了。早该制止这股歪风邪气了，不能让几颗老鼠屎坏了我们山沙岛的名声。老王也笑了笑，转身上了车。3辆巡逻车同时发动引擎，缓缓驶出铺满落叶的巷子。老王从降下的车窗里探出头，用力冲我挥手，扯着嗓子喊道：“秀兰姐，下次去对岸办货一定找我请你吃饭。”我站在院门口，笑着冲他挥了挥手，看着巡逻车远去。行，我可给你记账上了啊！阿珍走过来问：“秀兰姐，下午去买菜吗？”我说：“去，2点去趟码头买点新鲜海产。”阿珍撇了撇嘴，顺便看看那个张德茂他们怎么走的。我瞪了他一眼，我看他干嘛？我就是去买菜。下午2点，我拎着篮子去了码头，因为台风刚过，码头上聚集了不少急着离岛的游客，显得有些拥挤。秀兰，买鱼啊！今天的金线鱼特别新鲜。卖鱼的摊贩老李大声招呼我：“给我来几条大的。”我刚走到摊位前，余光就瞥见了一对熟悉的人影，是张德茂和他的员工们。哎呦，那不是前几天在你店里闹事的那个大老板吗？怎么搞成这副德行了？老李一边帮我杀鱼，一边八卦。30个人拖着大大小小沾满泥巴的行李，在登船口排成一队长长的队伍。别瞎打听。我接过鱼，站在长堤上，远远地看着他们。他们一步一步地走上踏板，整个队伍里没有任何人说话，死气沉沉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麻木，衣服皱巴巴的，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刚结束一场海岛团建的白领，倒像是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撤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妈，你看他们那样，真是活该。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军也跑到了码头上，站在我身边冷笑：“行了，别看了。”我说着转身要走。等一下，你看最后那个。小军拉住我。张德茂走在队伍的最末尾，在上船踏板的最后一刻，他停下了脚步。他没有看前面催促登船的乘务员，而是缓缓转过头，看向了新沙岛的方向。他在看什么？是不是还不服气啊？小军皱着眉头问。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隔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不知道他是在看远处听海小筑那栋白色的3层小楼，还是在看这个让他彻底丢尽了颜面、受尽了折磨的伤心地。快上船啊！后面还有人等着呢。乘务员不耐烦地催促，张德茂收回目光，低着头默默地走进了船舱。呜，客轮发出一声低沉绵长的汽笛声，在辽阔的海面上回荡。小军长舒了一口气，终于走了，这尊瘟神可算送走了。客轮缓缓驶离了码头，慢慢的，那艘载着30个人的大船在视线里变成了一个白色的斑点，最终彻底消失在海天相接的尽头。我提着鱼对小军说：“走吧，回家。”小军跟在我身后问：“妈，这回他回去肯定不好受吧？”我平静地说：“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了，跟咱们没关系。”刚走没2步，我就听到有人在叫我：“秀兰！”一声熟悉而粗犷的呼唤，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秀兰，发什么呆呢？我转头一看，是老公陈海生，他刚把渔船靠泊好，穿着防水胶鞋从船上跨下来。小军高兴地跑过去：“爸，你回来了！”没什么。我看着海生晒得黝黑发亮的脸庞，会心地笑了笑，伸手接过他手里沉甸甸的网兜。今天刚出海，打得怎么样？还行，憋了3天，鱼群都饿坏了。海生咧着嘴笑得质朴，露出2排洁白的牙齿。有几条好货色，晚上全给你做清蒸。我笑着说：“行啊，正好我刚买了金线鱼，晚上咱们吃顿好的。”我们俩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岛上的石板路被连日的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缝隙里没有一点泥沙，路两边的野花不受台风的畏惧，开得正艳，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听说那个姓张的走了。海生一边走一边问：“我说刚坐2点的船走的。”海生哼了一声：“走了好，这种人就不配住咱们家。”我听着海生在旁边絮絮叨叨地说着海里的潮水，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稳。10月7号，11黄金周的最后一天，随着最后一批大客琉璃岛宣到了整整7天的星沙岛，终于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回到听海小筑院子里，静悄悄的，阿珍在擦桌子。客人都退房走光了，接下来咱们能歇一阵子了吧？是啊，能好好喘口气了。我给自己泡了一壶茶，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阳光很好，海风很轻，日子其实就是这样，有狂风暴雨，也有雨过天晴的阳光。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那些荒唐的、过分的、感恩的事，过了也就过了。我喝了一口茶，看着门外的海，只要心是正的，无论风浪多大，脚下的路就不会歪。10月7号，11黄金周的最后一天，星沙岛终于送走了最后一批大客流，恢复了宁静。听海小筑里的客人也走得差不多了。阿珍和小梅在2楼打扫退出来的客房，小军在前台盘算着账目。我难得清闲，泡了一壶热茶，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歇着。突然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是老王打来的。我接起电话：“喂，老王，你们局里汇报完工作了？”“汇报完了。”老王的声音在电话那头中气十足。“秀兰姐，特意打个电话，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笑着问：“什么好消息让你高兴成这样？”“那2个食物中毒的小姑娘，今天上午已经顺利出院了，人彻底没事了，你放心吧。”老王大声说道。我心里一宽，一直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谢天谢地，这几天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呢，没事就好。我长舒了一口气。秀兰姐，你先别急着挂，还有一个大好消息。老王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省里对咱们这次台风期间的抢险救援工作非常满意，不仅要通报表扬我们队。老王顿了顿，语气变得郑重。我们还把你在台风夜大义救人的事迹也一起上报了。秀兰姐，你这2天收拾收拾，做好当先进典型的准备吧。哎呦，老王，你别跟我这儿瞎闹了。我忍不住皱起眉头。我就是个在岛上开民宿的普通老百姓，当什么典型？怎么是瞎闹呢？要不是你，那30个人当晚就得交代在铁皮房里。我严肃地打断他：“快别扯了，你们这些拿命在风浪里拼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就是搭把手的事儿，千万别给我搞这些虚头巴脑的。”秀兰姐，你这境界，我是真服气。老王在电话那头感叹：“行，我不勉强你，但我们的感谢是真心的。”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心里是从未有过的踏实。小军突然举着手机，连滚带爬的从前台冲了出来：“妈，你快看本地新闻头条，岛尾的阿坤遭报应了！”我放下茶杯，嗔怪地看着小军：“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多大个人了还不稳重？”小军激动地把手机屏幕对到我眼前：“妈，你快看啊！黄金周海岛游客激增，部分民宿坐地起价被查处，这上面红字加粗写的。”我接过手机仔细看了起来，新闻里长篇大论地提到了星沙岛，明确指出岛上有多家无证经营的黑民宿，因为在台风期间恶意敲诈勒索游客，已经被执法部门依法取缔。你看最下面这照片，小军指着屏幕，照片里正是岛尾那片眼熟的破败铁皮房，斑驳的铁皮门上被交叉贴上了2道醒目的白色封条。不仅封了店，你看阿坤。小军觉得十分解气，照片上的阿坤再也没有了之前叼着烟卷坐地起价的嚣张，此刻正垂头丧气地站在门口，脸上带着深深的不甘与懊悔。活该！
让他发这种黑心财，就该把他抓进去关几年。阿珍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凑了过来。行了，别幸灾乐祸了。我把手机还给小军。善恶到头终有报，咱们干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我重新端起茶杯，看着院子里开得正艳的三角梅，思绪不禁飘回了11年前。那时候，我和海生刚东拼夕凑借钱盖起这家民宿。开业第一天，我站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对他发誓：海生，咱们就算再穷，也不做黑心的生意，不赚昧心的钱。海生憨厚地笑着回答：只要咱们对每一个客人好，客人就一定会对我们好。我11年风风雨雨过去了，这句话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过。今天看到阿坤被查封的新闻，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坚信这句话的分量。小军突然冷笑了一声：阿坤是进去了，不知道那个不可一世的张大总监现在回了省城，日子好不好过？几百公里外的省城，张德茂的噩梦才刚刚开始。11黄金周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这家位于市中心高档写字楼里的互联网公司，气氛降到了冰点。张德茂穿着笔挺的西装，提着公文包走进运营部的大门，刚在独立办公室的真皮转椅上坐下，人力资源部的王总监就面色铁青的敲门走了进来。王总监，一大早的有事儿？张德茂，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辞职信整整12封。什么？张德茂猛地站了起来，脸色惨白。这次参加新乡岛团建的30个人，经历了食物中毒，露宿街头。假期结束的第一天，12个人递交了离职申请。王总监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一个运营团队瞬间瘫痪了近1半的战斗力，你让我怎么跟大老板交代？这也不能全怪我呀。张德茂还在狡辩，就在这时，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是大老板办公室的专线。张德茂哆嗦着手接起电话。喂，李总。大老板的怒吼声隔着话筒都能震破耳膜。张德茂，你马上给我滚上来！在宽敞的总裁办公室里，大老板把一叠报告直接砸在张德茂脸上。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为了你那点可笑的面子和控制欲，去跟一个海岛民宿老板娘赌气，现在团队分崩离析，公司损失惨重。你这个总监是不想干了吧？张德茂低着头，浑身发抖，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大老板冷冷地看着他，下达了最后的通牒：从今天起，你不再是运营总监了。还有你搞出来的那些烂账，公司1分钱都不会给你报销。大老板的处理结果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整个公司。张德茂被当场降职，从手握大权的运营总监直接一撸到底，降成了底下的普通部门经理。更让他肉疼的是，他的薪水也被大笔一挥，直接砍掉了30%。然而现实的巴掌还没有抽完，下午张德茂拿着厚厚一沓发票，疲惫地走到财务室，那是30个员工在岛上流浪时的医药费，在黑民宿被坑的住宿费，以及后续安抚员工的路费，林总加起来将近4万块钱。刘总监，这是这次团建的额外支出发票，您给批一下。张德茂低声下气地把发票递过去，财务总监刘姐连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把发票推了回来，公事公办地看着他。张经理，这笔钱公司不能给你报。为什么不给报？这都是员工看病和住宿的钱啊！张德茂急了。公司原本批给你的团建预算是直接跟听海小筑对接的，是你私自违规操作单方面退房导致后续产生的所有额外费用。大老板已经发话了，这属于你的个人违规行为。刘姐，通融一下吧，这可是4万块钱啊！规矩就是规矩，这笔钱只能由你自己承担。刘总监毫不留情地下了逐客令，张德茂僵在原地，脸色比台风夜那天还要灰败。4万块钱对他曾经的总监薪水来说，也许不算伤筋动骨，但在降职降薪的当下，这笔钱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他原本引以为傲的优越感上。他只能咬着牙，用自己卡里的积蓄把这笔烂账给填平了。办理完转账手续，张德茂看着银行卡里干瘪的余额，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张德茂啊，张德茂，你这就是自作自受！星沙岛的日子并没有因为远方某人的落魄而泛起任何波澜。几天后，阿珍在擦桌子的时候忍不住凑过来八卦：秀兰姐，听省城来的散客说，那个张总回去被降职了，还自己掏腰包赔了4万多块钱呢。听说了。我平静地整理着前台的账本。秀兰姐，如果明年他再死皮赖脸的来咱们这儿团建，你会原谅他吗？阿珍好奇地问。我停下手里的活，看着门外被海风吹拂的三角梅，认真地想了想。我转过头看着他。阿珍，原不原谅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后自己会不会改。一个人犯了错，道了歉，付出了代价，至于他能不能变好，那是他自己的事儿。阿珍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那咱们还让他住吗？我能做的就是不记恨。我把抹布洗干净拧干，但我也绝不会再把他当老客户看待了。以后他要是还来岛上，就是普通的客人，别人多少钱他就多少钱。
1分不少，1分不多。我明白了，这叫公事公办。阿珍笑了，我淡淡的说：“这是我能给他的最大的善意，也是我自己给自己画的底线。”夕阳西下，辽阔的海面上铺满了一层温暖的金色余晖。厨房的门帘被掀开，陈海生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清蒸石斑鱼走了出来，冲着院子里的我高声喊了一句：“秀兰，别忙活了，赶紧洗手吃饭了。”哎，来了！我放下卷起的袖子，笑着应了一声，站起身走回屋里。身后那满墙红艳艳的三角梅在晚风中轻轻摇曳着，像是在跟过去的那些风波挥手告别。就在这时，小军突然举着手机，满脸激动地从前台冲了出来。妈，先别吃了，咱们听海小亭在网上火了。10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小军连拖鞋都跑掉了一只，举着手机从前台激动地冲到了院子里。妈，你快看手机，咱们听海小庄在网上火了。我放下手里的剪刀，皱起眉头。大清早的咋咋呼呼什么？厨房炖的汤看火了吗？哎呀，火关了！哎，你快看这个！小军把屏幕直接对到我脸上，那是一篇发在社交平台上的长图文，标题叫《台风夜的星沙岛：天堂与地狱的12小时》。我仔细一看，发帖人的名字正是那天晚上食物中毒被我和老王连夜送到对岸医院的那个年轻女孩小林。小军兴奋地大声念着：“你看这写的，他控诉了阿坤坐地起价和恶劣环境，又把你和王队长深夜大雨里救人的事儿全写出来了，连张德茂挨骂的事儿都提了一嘴。”我拿过手机翻了翻，文章没有添油加醋，全是真情实感。小军指着屏幕：“你看评论区转发10几万次了，都在问这家有良心的民宿叫什么，还有人说老板娘太飒了，明年必须来咱们这儿团建。”我看着满屏的夸赞，心里挺感动，但还算冷静。小军兴奋地直搓手：“妈，你猜怎么着？咱们家从现在到明年春节的房间，就今天早上这3个小时全被网友订光了，这可是泼天的富贵啊！你看，火了是好事。但越是火，咱们越要守住本分，不能飘。小军，你马上去后台把网上的预订通道关一下。”我把手机还给他，认真的交代。小军急了：“关了，有钱不赚呀！咱们正好趁着这波流量多赚点啊！每天必须给我雷打不动的空出3间房来，万一岛上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或者老王他们救援队半夜出任务突然要来，总不能让救命英人没地方住，这是咱们家的规矩。”懂吗？我板起脸，语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行，妈，还是你思虑周全，我这就去改系统设置。小军挠了挠头，嘿嘿一笑。小军刚转过身，阿珍就从院门外气冲冲地跑了进来。秀兰姐，你快去看看吧，外面来了一伙举着自拍杆的人，嚣张得很，非要咱们把3楼的海景房腾出来，给他们免费住。我擦了擦手，跟着满脸怒气的阿珍走到大厅，一伙打扮的花里胡哨的年轻人正大摇大摆地坐在沙发上，领头的是个染着黄头发、举着自拍杆的男人，正对着手机镜头挤眉弄眼。老板娘，你就是那个网传的最飒老板娘吧？黄毛男嚼着口香糖，眼神四处打量，语气十分轻浮。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全网有300万粉丝的旅游博主探岛哥。我淡淡的打了个招呼。你好，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最近房间已经全订满了。哎，别急着拒绝啊。探岛哥凑过来，压低了声音，一副施舍的口吻。只要你把最好的3间海景房腾出来给我们免费住3天，再包我们这几天的海鲜大餐，我保证视频发出去，你们家明年1整年都不愁客源。这可是泼天的富贵，别人求都求不来。我停下手里的活，直起身子，冷冷地看着他。我毫不留情地直接戳穿了他的小算盘。你想白吃白住？什么叫白吃白住？话别说的这么难听。探岛哥脸色一变，有些挂不住了。这在圈子里叫资源置换。我300万粉丝的曝光量，收你点住宿费和饭钱怎么了？对不起，我不懂你们的圈子。我指着门外，我们家的海鲜是我男人在风浪里拿命打回来的，客房是我们每天干干净净收拾出来的，不是拿来供着你们白嫖的。你别给脸不要脸，信不信我一个视频让你们家在这个岛上开不下去？探岛哥被我一通劈头盖脸的训斥，弄得下不来台，指着我的鼻子恼羞成怒。你给我等着！不用等了，你刚才大放厥言的没两。我已经全程开着直播录下来了。小军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旁边，举着手机冷笑一声：“你干什么？”探岛哥慌了，小军把镜头对准他：“我直播间虽然粉丝没你多，但网友们眼睛是雪亮的。大家看看这位300万粉丝的大网红是怎么在线勒索的。”探岛哥一看直播镜头，嚣张的气焰瞬间瘪了，捂着脸带着团队落荒而逃。阿珍刚要欢呼，村支书陈大爷却满头大汗的跑了进来：“秀兰，别管什么网红了，出大事了！镇上来了个大平台，要把咱们岛上的民宿全吞了。”我跟着陈大爷急匆匆赶到村里的活动室，岛上20多个民宿老板都已经到了，大家交头接耳，满脸愁容。会议桌正中央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态度傲慢，他是省城最大旅游平台截图派来的区域经理，姓王。王经理把一份厚厚的合同啪的拍在桌子上，王经理环视了一圈，皮笑肉不笑地说：“各位老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只要签了这份独家合作协议，以后南沙岛所有的流量，我们截图平台全包了。但是规矩得按我们的来，所有房间的定价权归我们，并且每单我们要抽成40%。此话一出，活动室里瞬间炸了锅。40%？你这不是抢钱吗？隔壁刘嫂气得直拍大腿，指着王经理大骂：定多少钱还得你们说了算，那我们成什么了？成给你们平台打黑工的了。另一个老板也大声抗议，满脸涨得通红。王经理冷哼了一声，靠在椅子上。各位，时代变了，你们以为不合作还能接到散客？他身子前倾，眼神里透着威胁。不怕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拿下了镇上轮渡的独家代理权。谁要是不签这字儿，以后网上的客人就算想来住你的店，他也买不到上岛的船票。活动室里瞬间死一般寂静，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垄断和威胁。几个原本胆子就小的民宿老板脸色瞬间白了，手足无措的看向陈大爷和我。没有船，客人就上不来，大家只能等死。我坐在角落里，听得一股无名火直窜脑门。我啪的一声重重拍了一下桌子，猛地站了起来。王经理，你好大的威风啊！我冷冷地盯着他。这西沙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轮渡也是国家开的，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一个平台来只手遮天了？王经理眯起眼睛，满脸不屑地上下打量我。你就是那个最近在网上挺火的陈秀兰吧？我倒要看看你一个人拿什么跟我们斗。王经理扯了扯领带，语气里满是嘲弄。陈老板，我知道你现在是网上的大红人，但网络流量就是一阵风，吹过去就没了。你一个人想逞英雄，岛上这么多乡亲扛得住饿肚子吗？大家想清楚了，为了他一个人的逞强，断了全岛人的财路，让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值不值得？他转头看向其他犹豫不决的老板，开始挑拨离间。几个民宿老板面面相觑，开始交头接耳，原本坚定的立场明显动摇了。陈大爷用烟斗重重地敲了敲桌子，声音沧桑但极具威严：谁说他是一个人？秀兰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也是我们整个南沙村的意思。陈大爷站起身，指着王经理：我们世世代代靠海吃海，赚的都是干干净净的辛苦钱，绝不给你们这些趴在老百姓身上吸血的老虎当小弟。活动室里的气氛剑拔弩张，王经理脸色铁青，猛地站起来收起合同。王经理咬牙切齿地说：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咱们走着瞧。我看你们这破岛能硬气到什么时候？我看你们怎么把客人接上岛。他转身就要往外走，等一下！就在这时，活动室的大门被人从外面重重推开了。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夹克衫，背着黑色双肩包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皮肤晒得很黑，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看起来风尘仆仆，但眼神极其锐利。当我看清那张脸时，不由得愣住了，竟然是张德茂。此时的他跟1个月前那个戴着墨镜、不可一世的张总判若两人。王经理停下脚步，不耐烦地问：你谁呀？没看里面正开会呢吗？出去！张德茂没有理会王经理，他径直走到我面前，放下沉重的双肩包，目光真诚地看着我。秀兰姐，陈大爷，我是来帮忙的。我警惕地看着他，冷冷地开口：张德茂，你来帮什么忙？咱们的账1个月前就两清了。张德茂苦涩地笑了一下，转头看向那个嚣张的王经理。张德茂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举到王经理面前。你刚才说垄断船票，我是绿洲行生态文旅项目组的开发专员，我叫张德茂。关于你说的船票拍先协议，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王经理脸色微变，但还强撑着冷笑：你吓唬谁呢？拿个破牌子就想冲大头？交通局早就出台了反垄断条文，只要你们敢锁票，我立刻向省相关部门实名举报，一告一个准儿。张德茂眼神如同刀子一般，步步紧逼。我在互联网圈子混了15年，你们那些阴阳合同、流量绑架的套路，我闭着眼睛都能拆穿。王经理见势不妙，知道今天是踢到了内行的铁板，他狠狠地瞪了张德茂一眼，一句话也没敢多说，夹着公文包灰溜溜地逃出了活动室。危机解除了，活动室里爆发出乡亲们热烈的掌声。张德茂转身面对着满屋子忐忑不安的乡亲，大声说道：大家不要怕他们。我们绿洲行致力于开发真正的原生态海岛游，不收取你们任何高额抽成，只提供技术支持，把定价权和主动权全部还给你们。乡亲们纷纷交头接耳，眼里重新燃起了希望，连陈大爷都欣慰地点了点头。张德茂走到我面前，有些局促地搓了搓手：秀兰姐，我被降职后，主动申请调到了最底层的生态开发组，三沙岛是我接手的第1个项目。我这次来不带团队，不搞特权，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帮岛上做点实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眶有些发红。张德茂看着我的眼睛，声音微微发颤：秀兰姐，这也是我给南沙岛给您的一份赎罪，您还能再信我一次，让我留下来吗？乡亲们拿着项目资料高兴地散去，大厅里只剩下我、小军和张德茂。张德茂重新背起那个有些陈旧的黑色双肩包，走到前台前，掏出手机，动作生疏地扫了墙上的收款码。收款成功，300元。甜美的提示音在大厅里响起。张德茂笑了笑，透着一股脚踏实地的质朴。秀兰姐，
你之前说过，以后我来就是普通客人，平时300，一分不少。我订一间普通的单人房就行。张总，这300块的房间可是连个独立阳台都没有的啊！小军在一旁打趣道：“小军，以后别叫张总了，叫我张哥或者小张就行。”张德茂笑着摆手：“有个能睡觉的地方就行。我这趟是来干活的，不是来享受的。”我看着他认真的脸，拿出一把带有木质钥匙牌的钥匙递过去。2楼最西边那间虽然不是正面的海景房，但推开窗也能吹到海风。一日3餐跟着我们吃，不用单加钱。想吃海鲜自己去码头买，厨房借你加工。谢谢秀兰姐。他双手接过钥匙，眼里闪过一丝掩饰不住的激动。接下来的几天，张德茂像换了个人，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跟着海生去码头看打鱼，挨家挨户叫乡亲们在绿洲行平台上注册账号接单。一天晚饭时，他扒了口米饭，认真的跟我们分析市场。咱们的目标群体绝对不能是那些只来打卡不消费的年轻网红。那咱们应该主打什么客范？市场分析要落实啊，张哥。小军好奇地问。对标群众是40到50岁群体，这个年纪的人有消费能力，事业稳定，他们厌倦了走马观花，更向往安静有人情味的慢节奏海岛生活，主打家庭游和康养游，这才是长久之计。我听着他在饭桌上侃侃而谈，在心里默默点头。他这15年的职场经验用在正道上，确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小军正要夸他，阿珍突然满头大汗地冲进来。秀兰姐，小张出大事了！网上一夜之间全是在骂我们沙岩岛宰客的黑帖子。怎么回事？给我看看。我赶紧接过阿珍递过来的手机，屏幕上清一色的黑帖，底下的评论区全是被带偏的节奏。最可气的是，他们甚至把上次阿坤那家黑店的破铁皮房照片移花接木，说成是我们全岛的现状，造谣我们卫生不达标，海鲜缺斤短两。张德茂扫了一眼，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这绝对是有人雇了水军，恶意带节奏。看来是截图平台的王经理在背后下黑手了。话音未落，村支书陈大爷也满头大汗地跑进了听海小筑。陈大爷急得直跺脚。秀兰，小张啊，大事不好了！我刚接到镇上轮渡公司的电话，说截图平台跟他们签了陪台协议，从明天起，除了通过截图订票的散客，其他旅游平台一律不给安排加班船。咱们自己接的客源根本买不到上岛的船票啊！大厅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几个闻讯赶来的民宿老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刘嫂急得直拍大腿。我就说不能跟那些大平台斗吧！这下好了，人家把船一掐，咱们全得喝西北风。另一个老板附和：小张，你这绿洲行到底管不管用啊？不管用，咱们还是赶紧去找王经理赔礼道歉吧。刘嫂，你先冷静点，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怎么就先自乱阵脚了？我大声呵斥住慌乱的众人。人家摆明了就是要逼死我们，你去低头道歉，人家就能放过你？陈大爷叹着气：秀兰说的对，但没船客人上不来，这也是实打实的难题呀。面对乡亲们的恐慌和质疑，张德茂没有退缩，他大步走到人群中间，声音沉稳有力。张德茂死死盯着门外的大海，咬牙切齿地说：大家别慌，给我24小时，这事儿是我惹出来的，我张德茂就算拼了这条命，也把这条航线给你们保住。张德茂回到2楼那间逼仄的单人房，把自己关在里面，整整打了1个下午的电话。晚上我端着饭菜上楼，刚走到门外，就听见他在里面用近乎嘶哑的声音在跟人激烈的谈判。老李，算我求你，我张德茂在圈子里混了15年，就求你这一次。你那2艘客滚船闲着也是闲着，对，直航绕开镇上的垄断码头，直接从市区的新港发船到沙沙岛南码头。只要你愿意跑这条线，我保证绿洲行把所有的客流都倒给你，利润55分。这是绝对稳赚不赔的买卖。我没有敲门，静静地端着托盘下了楼。我知道这个曾经把面子看得比天大，宁可赔钱也要摆谱的男人，此刻正在为了新沙岛的一线生机，低声下气地求着他以前的那些人脉。第2天中午，24小时的期限到了，乡亲们又聚在了听海小筑的大厅里，气氛压抑的可怕。秀兰，时间到了，如果小张搞不定，咱们真得去低头吗？阿珍小声问我。不会的，我相信他。他已经不是以前的张德茂了。我盯着楼梯口，话音刚落，张德茂从楼上冲了下来，他双眼熬得通红，但整个人却像是一把出鞘的剑。张德茂激动地挥舞着手里刚打印出来的合同，声音响彻大厅。大家别急着去认输，都来看看这是什么。成了，市区新港的远洋客运集团同意跟我们合作了，每天2班直航客轮直接对接我们绿洲行的平台，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我们有自己的航线了。大厅里安静了1秒，随后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陈大爷激动的老泪纵横，紧紧握着张德茂的手。小张，你真是咱们全村的恩人呐！那个截图的王经理要是知道这事儿，估计得气吐血吧。
航线问题解决后，新沙岛迎来了真正的春天。12月初，新沙岛南码头锣鼓喧天，张德茂通过绿洲行平台主打的海岛慢生活康养游，迎来了第一批成团的客人。正如张德茂当初精准定位的那样，这是一批平均年龄在45到55岁的中年游客。他们没有喧闹的音响，没有大呼小叫的打卡，大都带着自己的伴侣或年迈的父母。张德茂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夹克，亲自站在码头上迎接。大爷大妈，大家慢点，深沙岛的石板路有点滑，我来帮您提行李。他像个热情的导游，笑容满面的耐心的搀扶着老人们下船。阿珍在一旁看着，忍不住好奇地问：张哥，你以前好歹是个大总监，现在天天在这儿给人搬行李，心里没落差吗？张德茂抹了把汗，笑着说：以前那是端着架子虚荣，现在这是踏踏实实做人。看着大家高兴，我心里比以前拿高薪还痛快。这批客人被妥善安排到了岛上各家独立的民宿里，白天跟着海生去海边体验最传统的赶海，下午在院子里听陈大爷讲海岛的老故事，晚上则吃着各家民宿老板娘亲手做的地道海鲜。临走前一天，一位50多岁的阿姨拉着我的手，眼眶湿润。秀兰妹子，这才是真正的旅游啊！阿姨感慨万分。我们这个年纪就图个清静和实在，你们这岛有规矩，更有人情味。明年我一定带着我那些老姐妹再来。这批游客回去后，自发的在网上写下了一篇篇真实详尽的游记，彻底击碎了之前水军的抹黑。晚上，小军兴奋地查看着后台数据。妈，张哥，咱们的预订量又爆了，绿洲行这模式彻底火了。张德茂笑着拍了拍小军的肩膀，却突然叹了口气。是啊，火了就好。不过秀兰姐，我也该收拾东西回省城了。年底的新沙岛，海风虽然冷，但家家户户的心里都是热乎乎的。除夕的前一天，张德茂收拾好那个黑色的双肩包，准备回省城过年。他在新沙岛扎根了整整3个月，人黑了一大圈，瘦了10几斤，但眼睛里的光却比任何时候都要亮。他走到前台，准备退还那把带有木质钥匙牌的钥匙。秀兰姐，这几个月给你们添麻烦了一共。他把钥匙轻轻放在桌上，深深地鞠了一躬。虽然不像台风后那样充满忏悔和恐惧，却透着一股发自内心的敬重。张哥，你这就要走啊？过完年还回来不？小军满眼都是不舍。当然回，开春了，咱们还有好多推广计划没做呢。张德茂笑着揉了揉小军的头。我看着桌上的钥匙，又看了看他，直接伸手把钥匙推了回去。行了，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这房间平时也没人住，钥匙你留着吧。年后回来开工，总不能让你天天去睡村委会的破沙发。张德茂愣住了，眼底闪过一丝不可置信的惊喜。秀兰姐，你这是……这次的事儿你干得漂亮，岛上的乡亲们都记着你的好。我笑了笑，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我亲手晒的虾干和几条品相最好的金线鱼干。我把袋子塞进他手里，拿着吧，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这虾干可是我亲手晒的，别在外面乱送人啊！我特意叮嘱道。那是自然，我留着自己慢慢吃。我顿了顿，语气变得轻松而自然。路上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小张。张德茂双手接过那个红色的塑料袋，听到那声小张，他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眼圈瞬间就红了。从不可一世的张总到现在的小张，他知道他终于用自己的行动，在这个宁折不弯的海岛上，洗清了曾经的傲慢，赢回了真正的尊重。张德茂用力擦了一把眼泪，重重的点头。秀兰姐，年后见。不过明年的新沙岛可是要迎来一场真正的大考了。春节过后的新沙岛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年初8一大早，院门外就传来了熟悉的喊声：“秀兰姐，新年好，我回来了。”我抬头一看，是小张张德茂，他背着那个雷打不动的黑色双肩包，头发理得很短，透着一股干练。回来就好，厨房里给你留了热汤圆，自己去盛。我一边擦着桌子，一边随口应道，这种自然的熟酸，就像是对待岛上任何一个外出归来的街坊邻居。好嘞，这一路上就惦记着姐手艺呢。小张笑着往厨房走。张哥，你可算回来了！你不知道，这几个月咱们绿洲行们的模式彻底扎下根了，来的都是40、50岁向往宁静的中年游客，连淡季咱们的入住率都稳稳的。那当然，这叫精准定位。咱们岛上乡亲们的腰包是不是都鼓了？可不嘛！陈大爷笑呵呵地走进来。小张啊，今年村里用了旅游分红，连那条坑坑洼洼的主干道都修平整了。看着大家脸上的笑容，我这心里也觉得敞亮。然而这世上的事情往往是树大招风，新沙岛的名气越来越大，终于引来了一条真正的过江龙。4月初的一天，3艘挂着省箭头文旅旗号的大型考察船缓缓停靠在了新沙岛的南码头。小军从外面急匆匆地跑回来，满头大汗。小军大口喘着气：“妈，张哥，你们快去码头看看吧。”怎么了？慌慌张张的。我递给他一杯水。从船上下来的不是以前那种平台业务员，是一群戴着安全帽、拿着勘测仪器的专业工程师，还有好几个西装革履的高管。村里都传开了，说是省里最大的正规国资背景文旅集团看中咱们岛了。省箭头？小张眉头一皱，他们来干什么？听说准备投几个亿，进行全岛的生态基建与综合开发。小军激动的声音发抖，小张脸色骤变，猛地站了起来。坏了，投几个亿的大工程，对咱们岛恐怕要有大麻烦了。
大麻烦。人家来投资建设，怎么成麻烦了？我疑惑地看着小张。没过几天，小张的话就应验了。正规大集团的到来，并没有让乡亲们欢呼雀跃，反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恐慌。恐慌的源头是一张不知从哪里流传出来的全岛规划草图。秀兰姐，你快看看这个！阿珍拿着一张复印纸，气冲冲地跑进大厅。我接过草图，只看了一眼，脑袋里就嗡的一声。草图上原本错落有致的渔村，被画成了一片片高端度假别墅区和商业街区，而我们渔民的居住地被统一标注在了岛尾的一片安置楼里。这哪里是开发？这分明是要拆咱们的家，赶咱们走啊！阿珍气得浑身发抖。就是，我在这岛上住了一辈子，我的根就在这儿，凭什么让我搬到那种鸽子笼一样的楼房里去？门外路过的刘嫂也大声附和。那天晚上，陈大爷的院子里挤满了情绪激动的乡亲。对大家来说，房子不仅仅是财产，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安稳。如果连每天推开窗户看海的院子都没了，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人群中不知道谁突然喊了一句：“那个小张呢？他不是懂开发吗？他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些大老板要来拆咱们的房子，搁这儿给人家当探子呢？”这话一出，原本就愤怒的乡亲们瞬间炸了锅。信任的裂痕一旦产生，蔓延的极快。曾经带着大家赚钱的小张，瞬间成了众矢之的。没过多久，小军急匆匆地从外面跑回，听海小柱连气都喘不匀。妈，不好了！小军满脸焦急，村里人把张哥堵在活动室里了。堵他干什么？这事儿还没查清楚呢。我急得直拍大腿，大家非要他交个底，说他要是敢勾结外人拆村子，就把他打出三沙岛。小军急得直跳脚，我猛地站起身，一把解下身上的围裙，用力往桌上一摔。我咬着牙，大步往外走。走，去活动室，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陈秀兰的眼皮子底下冤枉好人。当我赶到村活动室的时候，里3层外3层已经围满了人。小张被愤怒的人群死死围在中间，面对着一双双充满怀疑和敌意的眼睛，但他没有躲闪，也没有发火，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手里紧紧攥着他那个记录了全岛数据的笔记本。一个老渔民指着他的鼻子大声质问：“小张，你今天必须给句痛快话，省箭头的人是不是你引来的？”小张的声音虽然有些沙哑，但极其坚定。大爷，省箭头的开发确实立项了，但我张德茂对天发誓，我绝不是什么探子。我这几个月在岛上，早把这里当成了半个家。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跟大伙儿一起保住咱们的根。人群中依然充满了不信任的嘘声。你拿什么保？人家是大集团，你一个打个说话管用吗？管用！我用力拨开人群，大步走了进去。喧闹的活动室瞬间安静了下来。我走到小张身边，转身看着满屋子的乡亲，我环视着四周，声音平稳有力：“大家静一静。这几个月，小张是怎么挨家挨户教咱们做生意的？大伙儿心里都有数。这11年，我陈秀兰在这个岛上开了听海小筑，我从来没信错人。”我深吸了一口气，掷地有声地说：“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我信小张，他要是出卖南沙岛，我听海小鱼第一个关门走人。”我在岛上的威信发挥了作用，沸腾的人群终于暂时冷静了下来。陈大爷磕了磕烟斗，愁容满面地叹了口气：“秀兰、小张，大伙儿信你们，但你们说现在该咋办？人家大老板明天就要跟镇上开会敲定方案了。”小张转头看向我，眼神里闪烁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然。小张紧紧捏着笔记本，深吸了一口气，问我：“秀兰姐，你敢不敢跟我去趟镇上，直接坐到他们大老板的谈判桌前？”第二天上午，镇政府的大会议室里气氛庄重而严肃。长长的会议桌一侧坐着省建投文旅集团的高管团队，另一侧坐着镇里的领导，而我和小张作为新沙岛的村民代表和运营代表，坐在了最末端的位置。建投的负责人姓李，是个40多岁、精明干练的女人。她打开投影仪，洋洋洒洒地展示了那份将渔村彻底商业化的宏伟蓝图。李总侃侃而谈：“各位领导，我们的计划是打造高端度假区，全面提升三沙岛的商业价值。”李总，我打断一下。小张突然站了起来，没有任何怯场。他翻开手里那个满是批注的笔记本，方案看起来很漂亮，但却犯了文旅开发最致命的错误，你们抽干了这座岛的灵魂。李总微微皱眉，眼神不悦。张先生，请你说明来点。三沙岛之所以能火，吸引大量注重品质的游客，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高端别墅，而是因为这里有原汁原味的渔村烟火气。你们把村民迁走，把房子拆了重建，造出来的不过是一个千篇一律的冰冷景区。游客为什么大老远跑来看假古董？会议室里出现了一阵低声的议论。李总沉默了片刻，目光转向了我。陈老板，你是岛上的老住户，代表村民的意见，你也反对基建升级吗？我迎着他审视的目光，不卑不亢地站了起来。李总，我42岁了，在岛上开了10几年的民宿，这岛上的一草一木我比谁都清楚。我顿了顿，语气平和却极有力量。我们不是不讲理的刁民，我们知道排污系统要升级，知道医疗站要扩建，我们举双手欢迎你们来修路修管道。我看着李总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但前提是房子不能拆，乡亲不能走，我们不是你们开发景区的背景板，我们是这座岛的主人。李总眯起眼睛看着我们，冷笑了一声。房子不拆，村民不走，那我们建投集团这几亿的投资，拿什么来回本？会议室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死寂。小张走上前，将一份厚厚的文件递给李总。李总，这是我们连夜赶出来的三沙岛原生态共赢方案，您可以看看。李总接过文件，翻看了几页，指节轻轻敲击着桌面，眼神逐渐从轻视变成了惊讶。李总抬起头，敏锐地总结：
你的意思是，集团出资负责全岛的基础设施改造，包括物理处理、游客中心和医疗站，但岛上的民宿和餐饮依然由村民自主经营。集团不收租金，而是通过入股绿洲型平台，在整体的旅游服务抽折和公共设施收益中获取回报。不仅如此，小张自信地补充道：“村民将以房屋使用权作价成立村集体股份公司，集团和村民是合伙人关系，一荣俱荣。”旁边的镇领导忍不住问：“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这样既保住了西沙的岛口会，集团也能获得长远且健康的收益，这才是真正的正向价值观开发。”经过漫长的内部讨论和反复的测算，箭头集团的高管们终于互相点了点头。李总站起身，主动向我们伸出了手。陈老板、张先生，你们说服了我，省箭头不做杀鸡取杆的事，新沙岛的灵魂就按你们说的留住。当我俩拿着这份没有拆迁、只有升级的协议书回到新沙岛时，整个码头沸腾了。阿珍激动地跳了起来，保住了，咱们的家保住了！乡亲们奔走相告，陈大爷甚至激动得老泪纵横，紧紧拉着小张的手不放。房子保住了，岛要升级了，未来的日子有了最踏实的盼头。夕阳的余晖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小张站在码头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转头冲我笑了，那是一个彻底卸下包袱、堂堂正正的笑容。新沙岛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脱胎换骨。就在大家欢呼庆幸的时候，村口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几台大型挖掘机竟然不顾村民阻拦，直接开进了主干道。我赶紧跑出院子，问怎么回事。只见几台大型挖掘机正轰鸣着开进主干道，扬起漫天尘土。隔壁刘嫂满脸怒气地跑过来，大声抱怨：“秀兰姐，这日子没法过了！工程队把我家门口挖得七八糟，连个垫脚的木板都不放，我这几天的客人连门都进不来。”陈大爷的儿子也围过来诉苦：“就是啊，秀兰，他们运沙子的车一过，我那刚洗好的菜全是灰，这还怎么做生意？”我皱起眉头，擦了擦手。大工程难免有磕碰，但不能这么粗暴。走，咱们去找施工队的公主说理去。刚走到村口，还没来得及找人，就听到前面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但是小张的声音，我赶紧挤进人群。你们这图纸是怎么画的？这棵百年老榕树是村里的风水树，夏天大伙都在这儿乘凉，你们凭什么为了拓宽车道说砍就砍？只见小张正张开双臂，死死地挡在一台巨大的挖掘机前面，他手里高高举着那份厚厚的规划协议，正对着施工队的包工头怒目而视。满脸横肉的包工头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算老几啊？我们是按图纸施工。这树挡了主干道，不砍怎么走工程车？赶紧起开，别耽误老子干活！”小张毫不退让，大声反驳：“图纸上明明清楚地标注了绕行避让原有生态，我是项目运营方的驻岛专员，我今天就站在这儿，我看你这挖掘机敢不敢从我身上压过去？”包工头彻底被激怒了，他跳上挖掘机，面露凶光地吼道：“行，想当英雄是吧？给我强行开过去，我看他能硬到什么时候！”眼看挖掘机的铲斗就要落下来，我心底猛地一震。那个曾经只在乎自己面子的张总，现在竟然为了村里的一棵老树，连命都豁得出去。我没有丝毫犹豫，带着乡亲们直接冲了上去，将那台挖掘机团团围住。我扯着嗓子大喊：“我看谁敢动我们村的树！你们要是敢压过去，先从我们身上娘过去！”乡亲们也群情激愤。包工头一看这阵势，彻底发虚了，赶紧给省箭头的李总打电话。半小时后，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而来，李总的助理亲自赶到现场，一把抢过图纸核对。助理指着包工头严厉训斥：“谁让你们直线施工的？图纸上写的明明白白要绕行，为了省点事儿，你们连规矩都不守了。”包工头连连鞠躬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马上改，立刻停工整改。”严格按绕行方案执行。助理下达死命令，危机解除了。乡亲们围在小张身边，纷纷竖起大拇指。刘嫂感激地握着他的手：“小张，今天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懂这些图纸，咱们村的宝贝树就被他们霍霍了。”刘嫂，这都是我该做的。另外，您说门口路被挖断的事儿，我刚才已经跟工程部协调好了，下午他们就会铺设临时便道，并且加装防尘网，绝不耽误大家做生意。小军突然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报告：“张哥，基建快收尾了，咱们重新开岛的宣传方案是不是该定了？我有个绝妙的主意，保准能火。”盛夏的夜晚，海风中带着一丝凉爽。听海小筑的大厅里，小军和小张正对着电脑屏幕激烈讨论。张哥，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短视频平台上多请一些年轻的旅游博主。小军指着电脑说：“主打网红海岛，浪漫打卡，这样流量来得最快。现在年轻人就吃这一套。”不行。小张一口否定，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指着桌上的一份市场分析报告：“小军，流量虽然重要，但咱们不能丢了基本盘。为什么？有流量才有钱赚啊！”小军很不解：“我们岛的承载能力有限。如果引来大量只为了拍照打卡的年轻人，不仅消费能力有限，还会破坏岛上原有的安静氛围。”小张拿起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重重的圈。咱们之前就定过调子，必须继续深耕40到50岁的中健群体以及银发康养市场。小张眼神笃定：这个年纪的人事业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他们厌倦了走马观花和人挤人，我们需要巩固这个品牌形象。我懂了，我们要主打品质游。小军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对，主打银发族和中年精英的慢生活。小张兴奋地拍了拍桌子，宣传上不要滤镜，就拍秀兰姐清晨买鱼的烟火气，拍陈大爷讲故事的从容，这才是最能打动这个群体的钩子。我在一旁听着，心里暗暗赞叹，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赚快钱才能赚长久的钱。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浇花，门外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喊声：“
秀兰姐，我们来看你了。这声音我好像在哪里听过。9月初，新沙岛的第1期改造工程终于全面竣工了。新的污水处理系统让岛上的海水更加清澈，青石板路古朴而干净。传统的渔村建筑在蓝天白云下散发着浓郁的古朴风情。这天下午，一艘从市区直航的客轮靠了岸，我正在院子里浇花，远远听到那声呼唤，抬起头，惊喜地瞪大了眼睛。阿涛，杨叔，我赶紧放下水壶，快步迎了出去。是那个3年前只交了100块钱房费的背包客阿涛，还有他那个曾经在台风天里救过海生一命的老父亲老杨。老杨看着焕然一新的新沙岛，满是皱纹的脸上笑开了花。秀兰啊，阿涛说你这儿现在大变样了，非要拉着我这把老骨头来看看，真好真好啊！我紧紧拉着老杨粗糙的手，眼眶一阵发热。杨叔您能来，我这心里比什么都高兴。快进屋歇着，我给你们留了最好的海景房。傍晚时分，小张从村委会下班回来，他刚走进大厅，就迎面撞见了正准备下楼吃饭的阿涛。两人四目相对，空气有一瞬间的凝滞。我心里咯噔一下，1年前的那个黄金周，正是因为阿涛的100块钱房费，引发了小张的雷霆大怒，最终导致了那场翻天覆地的冲突。阿涛看到小张，脸色瞬间变了，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半步，眼神里满是尴尬和戒备。小张也愣在了原地，手里还提着一袋刚从码头买回来的海鲜。阿涛咽了口唾沫，结结巴巴地说：张总，你怎么也在这儿？要是觉得我在这儿碍眼，我马上带我爸走。别走！小张连忙放下手里的海鲜，大步走上前。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主动向阿涛伸出了右手。阿涛兄弟，又见面了。小张的笑容很坦荡，眼神里再也没有了曾经的高傲与戾气。去年11的事儿实在是对不住了，当时是我太狂妄，没弄清楚状况就乱发脾气。今天我正式跟你道个歉。阿涛看着面前这只伸出来的手，又看了看小张那身洗得发白、沾着泥点子的衣服，显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还是那个颐指气使的张总吗？张哥，你严重了，都过去了。阿涛回过神来，赶紧握住了他的手，憨厚的笑了笑。晚饭的时候，大家围坐在院子里的那张大圆桌旁，海生特意出海打了几条最肥美的石斑鱼，阿珍做了一大桌子丰盛的海鲜，老杨、阿涛、小张、陈大爷，还有我和海生，大家举起手里的酒杯，轻轻碰在了一起。来，为了咱们沙商岛的新日子，干一杯！陈大爷高兴得满脸红光，小张一口干了杯里的啤酒，转头看着这满院子的笑脸，眼底泛起了一层水光。秀兰姐，我这半辈子都在省城的写字楼里跟人算计，跟人拼面子。小张放下酒杯，声音有些哽咽。直到在这个岛上，我才真正不值钱，良心和骨气才值钱。这杯酒，我敬你。小张，过去的事翻篇了，马上又是11黄金优了，这可是咱们重新开岛的第1场硬仗。我端起茶杯跟他碰了一下，笑着说：“您放心，今年咱们一定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小张用力地点了点头，胸有成竹地笑了。小军突然拿着对讲机冲了出来。妈，张哥，第1艘满载游客的直航客轮马上靠岸了，咱们去迎接咱们的新客人吧。来啦，都准备好！我赶紧擦干手，招呼阿珍和小梅往外走。码头上，一艘白色的直航客轮稳稳靠岸。从船上下来的不是叽叽喳喳的年轻网红，而是一批提着行李、衣着得体的中年游客。大家慢点下船，脚下注意防滑啊！小张穿着绿洲型的红马甲，拿着喇叭在前面熟练的引导。哎呀，这岛上的空气真好。老李，你看这水清的，比省城里强太多了。一个戴着遮阳帽的阿姨深吸了一口气。大姐，咱们这儿不仅空气好，海鲜更是绝。一会儿到了店里，先喝碗热乎的海鲜粥垫垫肚子。我迎上去，笑着帮她接过行李。你就是秀兰老板娘吧？真热情。我们就是冲着网上说的听海小猪来的。现在我们这个他岁数，听说你们这儿最有规矩，也最有人情味。您放心，到了森沙岛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我一边带路，一边跟他拉家常，看着这井然有序的场面，我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去年11黄金周那种被指着鼻子骂的乱糟糟场面，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客人们被妥善安顿好，1楼大厅里坐满了人，大家有说有笑，气氛特别融洽。秀兰姐，第1批直航的客人全部入住了，咱们这重新开岛的第1炮算是彻彻底底打响了。小张拿着手里的登记表，激动得满脸通红。多亏了你的好策划，快歇会儿。我给他倒了杯水，门外突然闯进来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扯着嗓子大喊：“老板娘呢？我不管你们满没满，立刻给我腾2间最好的海景房出来，双倍价钱，钱不是问题。”大厅里原本说说笑笑的客人们都安静了下来，纷纷看向门口这个不速之客。这男人脖子上挂着粗金项链，胳膊底下夹着个真皮包，一副财大气粗的暴发户派头。不好意思，这位大哥，我迎上前，不卑不亢地说：“我们店里的房间提前1个月就全订满了，现在真的1间空房都没有了。”少来这套，我加钱还不行吗？我出3000一晚，你们随便去赶2个穷游的走，把房间给我腾出来。先生，这真不是钱的问题。小张大步走过来，把那沓钱推了回去。我们绿洲行有严格的规矩，讲究的是先来后到，契约精神。无论出多少钱，我们都不会赶走已经入住的客人。你算哪根葱啊？轮得到你来教训我？有钱不赚，你们脑子进水了吧？
我叫张德茂，是三沙岛绿洲行项目的负责人。小张站得笔直，语气平静却极有分量。这位先生，如果您想在岛上好好玩，我们可以帮您联系镇上还有空余的民宿。但如果您想用钱砸出特权，那对不起，三沙岛不吃这一套。我看着小张挡在前面那不卑不亢的背影，心里暗暗叫好。好啊，你们合伙欺负人是吧？男人恼羞成怒，拿出手机，信不信我给你们曝光，让你们这破店彻底关门？刚才那位戴遮阳帽的阿姨突然站了起来，指着金项链，男人冷冷地说：“你想曝光谁呀？要不要我先给税务局的老李打个电话，让他来查查你这现金干不干净？”金项链男人听到这话，明显愣了一下，他转头看向那位戴遮阳帽的阿姨，眼神里闪过一丝心虚。你少在这儿多管闲事！男人外强中干的喊了一句，气势却弱了大半。我这可不是多管闲事。阿姨放下手里的茶杯，走上前，身上带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质。我们这些客人都是规规矩矩在平台上提前预定的，凭什么你拿点臭钱就想插队赶人？现在的法治社会还容得你在这撒野？大厅里其他的客人也纷纷声援。就是，人家老板娘都说了没房，你还在这耍无赖，赶紧走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看到这阵势，金项链男人知道今天是踢到铁板了，他恶狠狠地瞪了小张一眼，一把抓起前台上的现金，灰溜溜地夹着包跑出了院子。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大姐，刚才真是太谢谢您了。我感激地给阿姨又添了一杯热茶。秀兰妹子，你谢我干什么？是你们这儿的规矩立得好。阿姨笑着拍了拍我的手。这要是换了以前那种唯利是图的黑店，早就见钱眼开把我们赶出去了。你们有骨气，我们住的才安心。对，以后我们每年的家庭聚会就定在你们三沙岛了。旁边的几位大叔也笑着附和。看着大家满意的笑脸，我心里暖烘烘的。这就是我们要的口碑，比花多少钱打广告都管用。小张从门外走进来，满脸神秘地对我说：“秀兰姐，刚才镇上来电话，说有一艘特别的船马上要靠岸，点名要见你。”特别的船？点名见我谁啊？我一头雾水地看着小张。你去了就知道了。小张笑着卖了个关子，我满心疑惑地跟着小张来到南码头，只见一艘挂着红布条的公务船稳稳地停在岸边，老王穿着笔挺的制服，正带着他那帮救援队的兄弟们站在船头，而在老王身边还站着几位镇里的领导。老王，你怎么来了？我惊讶地迎上去。秀兰姐，老王大步跨下船，一把拉住我的手。今天可是个大日子，我们是专门来给你送锦旗的。说着，两个年轻的队员展开了一面红彤彤的大锦旗，上面用金线绣着8个大字：大义救人，海岛楷模。镇长也亲自来了。老王侧过身介绍，镇长笑着走上前，紧紧握住我的手。陈老板，去年台风夜你不计前嫌，大义救人的事迹，省里已经正式下发了表彰。你不仅救了人，还配合小张同志把山沙岛的文旅产业做成了全省的标杆，你是我们全镇的骄傲。码头上围观的乡亲们瞬间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陈大爷在人群里笑得合不拢嘴，我看着那面红彤彤的锦旗，眼眶不由自主地红了。我只是凭着良心做了一件普通的事，却得到了大家这么多的认可。老王、镇长，你们太客气了，这都是我该做的。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擦了擦眼角。小张走到我身边，大声对乡亲们喊道：“大家安静一下！借着今天这件大喜事，咱们三沙岛年底的分红计划，我现在要向大家公布一个重磅消息。”码头上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小张。经过这几个月的试运营，咱们绿洲行平台和村集体股份公司的利润已经全部核算出来了。小张举起手里的一份报表，声音洪亮：“今年咱们每家每户的年底分红比去年翻了整整3倍。”乡亲们愣了一秒，随后爆发出了掀翻天的欢呼声。刘嫂高兴地直拍大腿，几个年轻小伙子直接把小张举起来，抛向了半空。快放我下来！小张在半空中吓得哇哇大叫，脸上却笑开了花。我站在人群外，看着眼前这热闹非凡、充满希望的景象，心里的那股暖流彻底化作了滚烫的眼泪。晚上，听海小柱的院子里摆开了长桌宴，全村人聚在一起庆祝这个丰收的黄金周。秀兰，你看，咱们当初说对了吧？只要不赚昧心钱，对客人好，这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海生端着一杯酒走到我身边，憨厚地笑了。我靠在海生的肩膀上，看着满院子红艳艳的三角梅，从1巴掌没挣10万的翻身仗，这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秀兰姐，海生哥，咱们敬沙沙岛的明天。小张端着酒杯走过来，冲我们举起杯。大家齐声高呼，海风轻轻吹过，夹杂着咸涩与清甜。我知道这新沙岛的故事，这听海小柱的规矩，会像这满院的三角梅一样，一年又一年，生生不息地开下去。